没有见方便比赛了。注意看，死神方便实力太恐怖，时隔多日再次登上擂台，竟直接追着连波球都畏惧的泰拳王疯狂暴揍，甚至连续的火力覆盖将他打得节节败退，落荒而逃。这个连波球都要躲着走的男人，就是来自瑞典的搏击名将卡尔。从他这神秘的穿搭和身后成群结队的美女，就能看出来，这家伙出生在一个非富即贵的家庭。从小接受泰拳教育的他，更是主动放弃继承家产，发誓要用拳头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而恐怖的拳脚不仅让他成功跻身世界拳王名列，还来华3年时间踢断了8位中国选手的手臂。甚至有着断臂狂魔之称的卡尔，可以说是中国80公斤级别无法直视的噩梦。眼看中国拳坛陷入到存亡危急时刻，死神方便站出来了。此时处于连胜不败战绩的他，早就成了中国搏击界的领军人物。所以面对强势来华踢馆的黑色怪物，方便有责任更有义务登上擂台，不仅要为8位被踢断手臂的同胞报仇，还要在中国的地盘上打出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死神方便，黑色短裤则是瑞典悍将卡尔。卡尔一上来就迫不及待地用扫踢发起进攻，而他之所以被称为是连泰拳王子波球都害怕的男人，只因卡尔是以刚硬恐怖的腿法而闻名于国际拳坛。甚至他曾经的手下败将，不是被当场踢断手臂，就是被直接踢断大腿。不过方便既然敢登上擂台，那一定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。面对对手的先发制人，方便只能向后拉扯，尽量与其保持安全距离。高出有那么2公分，因为这个瑞典的卡尔在泰国进行训练，所以他就获得过清迈女王杯的冠军。皮肤非常的黝黑，这个黝黑的选手呢，体能较好，柔韧性好。你看，眼睛带着一种凶光，怒视，要不怎么叫黑色雄狮呢？卡尔的实力虽然很强，但方便也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。经过简单的试探后，方便就找到了对手的防守漏洞，连续的组合拳密集又恐怖，直接招呼到对手的头上。反观被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卡尔，暂且只能通过自身的抗揍能力来保证生命安全。而从这一套丝滑的小连招，就足以看得出来方便想要赢下比赛的决心。毕竟正处于职业巅峰时期的他，绝对可以代表中国搏击界的最高水平。如果今天不能成功获胜，那中国拳坛将会陷入到更大的危险之中。做了一个身段下劈腿，这是方便的一个招牌动作。我们看到这个卡尔的对头部的正面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，准备看一个接力摔。因为方面毕竟散打出身，但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上获得了32连胜，打破了散打出身的方便对中远距离控制得非常好。面对这个曾踢断多位中国选手手臂的黑色雄狮，方便也是完全不给他任何施展扫踢的机会。打完一套进攻，不是向后拉扯，就是直接贴近对手内围。而吃到不少亏的卡尔，貌似已经产生了畏惧心理。即使方便近在眼前，他也根本不敢施展任何有效进攻。反观头脑清晰的方便，只要抓住机会，那么必定用精准有力的组合拳猛攻对手。此时气急败坏的卡尔也是既无奈又心酸，根本不知道应该施展什么样的动作来进行抗衡。离倒计时还有10秒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，这是我们在河南的信阳体育场为您带来 WF 环球拳王争霸赛男子8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。红方是中国勇士方便要个下劈，他的对手是来自出生于瑞典的卡尔，由于天生的运动天赋和后天的努力，在泰拳这一块的实力甚至超过了80%的太极选手。不过有着死神之称的方便，最擅长的就是用脑子打比赛。他的打法战术可以总结为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的游走拉扯。但就算招式再怎么透明，也根本没有人能撼动他的不败地位。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方便，基本上也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看似他是游走在擂台边缘，但实则却一直牵着卡尔的鼻子走。而虽然方便已经尽量不给他施展扫踢的空间和机会，奈何卡尔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就算再怎么小心，方便的身上还是被踢出了伤痕。看到卡尔不敢出动作了，不敢出动作了。这就是这方面的前摆加后直腿，又接着摔。因为现在
这个卡尔的不敢出动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距离感，不是他判断不出来，就是方便又下劈腿，转身的后蹬又车踹腿，这么多的腿法的变化，他适应不了了，适应不了了。又一个下劈，前腿的下劈动作。被多次放倒在地的卡尔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但内心就算再怎么不服，也根本不敢对方便发起主动进攻。反观进攻欲望强烈的方便，则时不时的用组合拳和扫踢招呼对手。不过他施展扫踢的力度却和卡尔的差了一大截，毕竟他能踢断多位选手的手臂，那腿法的实力绝对强过一般人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方便不是在发起进攻，就是在发起进攻的路上。而在华不败的卡尔，则从刚开始的强势对拼到现在，也逐渐产生了畏惧心理。这就是方面的变化，他这个前支撑腿不仅能有下劈，还有高变腿上头的动作。正因为这种变化，现在的卡尔就没法防了。第二回合结束，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中国勇士方便同瑞典卡尔的第3回合的比赛。在前2回合的比赛，到了比赛的最后，卡尔也一直在寻找施展恐怖扫踢的机会。如果成功命中，那么可能一脚就会瞬间结束比赛。反观方便，虽然通过连续的拳脚组合拿到了大比分优势，但想要终结对手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常年训练泰拳的黑人选手，无论是身体硬度还是抗击打能力，都是常人无法比拟的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方便一直将两人控制到中远距离的关键原因。卡尔可以失败无数次，但他只要成功一次，那将直接完成逆境反转。因此，处于连胜不败战绩的方便是绝对不敢赌的。硬碰硬的阵地战，这不是你的特长动作。打住脚。漂亮！转身后原地的动作，这是一个接腿摔，打住脚，没有控制好，高变腿上头，实际在第3回合，只要方便控制比赛的这种场面就行，这场比赛就肯定就拿下，而且会取得33连胜，只要方便在最后一个回合不被击倒，那基本上就已经胜券在握了。反观擅长精准打击的卡尔，则也是碰到了一块硬骨头，打不过就算了，防也防不住。即使有机会打出恐怖扫踢，也会被方便用接腿摔撂倒在地，欲哭无泪的卡尔是真的被打怕了。看来方便的灵活打法确实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同样，卡尔的恐怖扫踢也给方便产生了不小的危机感。不过方便还是用大比分优势掌握了比赛的节奏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33连胜基本上已经收入囊中了。只要控制好比赛的节奏，这场比赛方面肯定就拿下去，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又转身一个后蹬的，因为地太滑，这种转身动作你很难能够很好的进行运用。但是这种转身后蹬腿的动作确实很实用，这样的话也迫使你方便利用前摆架后置动作，包括接腿摔的动作，尤其这种节奏的变化，卡尔就比赛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而卡尔却依然做不出什么针对性动作。反观方便也并没有因为拿到点数优势而放松丝毫警惕，而两人3个回合的激烈对拼，也让比赛早早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俗话说魔高一尺，道高一尺，卡尔这个黑色雄狮最终还是遇到了这个让自己头疼的对手。相信经过这场比赛以后，他也对中国选手方便产生了阴影。虽然他在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，但方便却依靠自己的灵活程度立于不败之地，最终方便成功以大比分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中国选手死神方便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